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我们来看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是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根本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真还是假。他所有的要求我都尽力满足了，可他还是不满意。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故意的，他不想做的事儿永远都有借口。我解释过很多次，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能相信我。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薛先生，31岁，来自山东，话剧工作，有请。女嘉宾杜女士，24岁，来自黑龙江，老师，有请。欢迎两位啊！杜老师在小片里说他阳奉阴违是吧？说说他怎么阳奉阴违的好不好？啊，一开始我以为他对我很好，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包括他把他的银行卡都放在我这儿。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这个推移，然后我们俩的感情，我就会发现他说的和做的根本就不一样。我们俩已经处了2年了，然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换一份工作，这个收入高一点，为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更好一点，未来还会有孩子的加入。然后他说好啊，没有问题啊，他当时就答应我了，我还很开心。过了2天，我就会发现他在新工作里面迟到早退。你朋友跟你说的和跟我说的真的是不一样。那说我的时候说我业务好能干，那跟你说什么不上心迟到早退？我朋友怎么可能当着你面说你不上心呢？他肯定是让我去跟你说呀。就是怎么不上心？他带小孩出去演出，临演出之前。现在你做什么呀？过去做什么？他希望你做什么？说你不上心。我过去是在话剧团工作。然后他希望你换什么工作呀？他想让我去那培训机构去教小孩儿。然后到了培训机构，他的朋友说你不上心是吧？是。那培训机构是他朋友开的，还是你跟他朋友是同事啊？他朋友开的。然后呢？您接着说。然后临着演出之前，U 盘没带，发现 LED 背景放不出来。后来你朋友临时给我加的这个任务，20多个节目，那我根本一个人弄不来。后来这也没办法干了，所以他就被辞退了。然后更可笑的是，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在之前的单位辞职，他只是在休假。我是这么想的，当时他说介绍我到他朋友那个公司去试一试，那我就去试一试。我现在我原来单位先别直接辞掉，如果真的那个他朋友那公司适合我，以后有这个场景的话，那我就在他那儿干，就把原来辞了。那现在人家把我辞职了，我就回原来单位上班，也正常。所以你的解释是骑驴找马，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你就认为他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对，是吧？除了这个事儿，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阳奉阴违？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还说谎，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特意的就是2个人在一起也快2年了，然后我就说你就把烟戒了吧。要不结完婚再马上想要小孩你那时候我怕你不适应。他说好呀，没有问题，当着我的面把烟掐碎了扔在垃圾桶里。我当时我觉得可能是下定决心了。可后来每天回来的时候我都能闻到烟味儿。然后有一天我中午给他收拾衣服，我一抖烟盒掉出来了。我说戒了就真戒了。一个真戒了的人怎么可能兜里还有烟呢？身上有烟味儿呢？我解释过，这个烟味是我朋友他们抽烟，我也不能不让他们抽啊。我兜里揣着个烟，我就没动过，基本上。那如果我要怀孕的时候，你兜里揣着烟吗？你身上还有烟味吗？他就是先答应着我，然后背地里根本就不这么做。不是你到底烟戒掉了吗？戒掉了，但是没有不信是吧？当然不信了。我觉得他就是说戒烟的那一刻起，不管是烟味还是烟，都不应该从他身上发现。烟味儿这个杜绝很难，也许他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烟味儿的。那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见他抽过烟吗？那没抽啊。你这个还是要信任他的。就还有就是，不光是抽烟这一件事儿。有一天我上早班，我说你能不能先把家收拾一下？他说好，没问题。等我回家的时候吧，确实表面我觉得
还行啊。当我一脱衣服往衣柜里一挂的时候，发现裤子呀，然后那个袜子、衣服都叠在一起，就全都涌来，撒了一地。这个我觉得是个能力问题啊，人家收没收啊？收了。这能力嘛，你得看到他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啊。我觉得这些小事儿我都可以不去计较，但是因为我们俩现在住的是1居室啊，我们想换一个2居室的房子，因为都要为以后考虑。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咱们把这个卖了，再买一个2居室呗。他说行啊。这房子是谁的房子呀？是我们俩一开始的房子，你们俩合资买的。对，谁的股比大？他们家出的多一点，我们家少一点。哦，您是大股东啊。行。我说咱们能不能换一个2居室？是。然后他说没有问题，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我说好，你去办吧。结果我每次回家我就注意观察，我就说怎么没有音讯呢？来一个也行啊。然后当时我就问中介，我说有没有这样一个房型？他说有，但是我不建议你买。他说这个房子要比市场价多出30万。然后我就回家，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儿。那我把价挂高一点，我也是想多卖点钱，然后咱们手里能宽阔点。而且当时那个房中介说了，说我们家这个房源有很大的这个升值空间，说你可以挂高点。万一有真喜欢的，他就买了。那他还是不想卖，所以他才挂高价呀。那你跟他谈呀，你跟他说，咱把这价格修改一下。那他也得同意啊，他也得去办呢。就是你为什么不办呢？那如果我要是什么都干好的话，我要他干嘛是吧？对呀。哎呀，您的思维是这样想的。这个我替他说一句啊，我想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换一个房，这都3年下来也没换成，我也没挂这个高价。那你各种条件嘛，买房这件事儿，那又不是买白菜，对不对？肯定是这样的。这个我替他说一句啊，不要怪他，他不是那么想的。还有别的吗？之前我想去就拍婚纱照，我觉得拍婚纱照对女人来说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那当然重要啊。然后我看好了一个韩系的那个婚纱照，我就跟他说我喜欢，还是跟卖房子事儿一样，放心，我去办。婚纱照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办的也没有毛病啊，就是当时我们预约那个婚纱照，特别火爆那家店啊，真的老是排不上号，然后就说让我们回去等信儿，回去我们等了大概有2礼拜，我就经常打电话就问能不能约上，能不能约上，他们就老是约不上啊。就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正好也是开这个婚纱店，有个开业需要模特，正好我们俩就去那儿拍，还能帮朋友忙啊，就收钱不？不要钱，免费的，这多好啊！就去那儿拍了。可是我们俩一开始，我是想拍那套韩式的，我觉得那个比较符合就是我喜欢的风格。他要说他朋友去，我可以理解。我觉得我就是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是。你提前跟我沟通好了，我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答应着我，让我去拍那个，到最后变成了去他朋友那儿拍啊？你去了吗？去拍了。那你可以不去啊，你拒绝呀，你说我们还得韩式啊。可是我们都拍完了，然后那个婚纱照打电话说之前根本就没有联系上他。什么叫之前根本没联系上？就是他就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办那个，他就想让我去他朋友那儿。那人家说的话你都信，我说的话你不信。但是有的时候种种事情加在一起，我觉得别人的话，我再弱弱的问一句啊，既然那么在意要拍那套韩式的，为什么不是您自己预约呢？您又发现他有这个毛病了，那您就自己办一下呗。就是还是跟买楼的事儿都一样。那我要是都能办的话，我还需要他干什么呀？就他满满的自信跟你说这件事我来帮你办，却把每件事都搞砸。还有就是之前我们俩上下班就打车，我说要不这样吧，你买个车考个驾驶证吧。他说行啊，当时就在那个手机上开始预约报名。但是我们俩现在已经出了3年了，他驾驶证刚考到科2。我科2过了。是这样，这个事儿我得说一下。这没什么好说的，有人学10年没学出来，15年我都没考上。你这个无所谓，就是有些人他天生的这个手脚呀、大脑啊，就各种反应都不对。他就是不想买车，所以他把这个驾驶证这个战线拉到这么长。想不想买车呀？想买，但我的中心思想是，那我必须得学好了，我才能开着带着它。行，你这没毛病啊。好，就算没毛病，那之前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啊。那说个大的，这件事儿，我觉得
就是关乎到家庭了。哦，关乎到家庭了啊！双方父母见面之前，我就跟他说彩礼钱的事儿。我说我们家要10万块钱行不行？啊，他说好，没有问题。我说那咱们双方父母就见面吧。然后见面的时候，他给我妈妈一张银行卡，我妈妈去银行一查，卡里只有5万块钱。回到先付5万定金，事儿成再付另外5万，这不是任务不定金的事儿。就我回到老家这个找我妈，这我不知道怎么帮他折了。找我爸妈要这个钱的时候啊。但我家里一下拿10万，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包括以后要办婚礼什么都需要钱。不是你这跟人说了吗？我后来说了，但是他还是先说呀，不太相信我。当时我就想，要不就先拿5万。反正当时他妈妈跟他说的是，这个钱他们也不要，就是最后也是给我们过日子用。我就想，那就先拿5万，等我们家宽过点，再把5万放进去，也不是不给10万，就是。结果他第2天就被查了。可是我妈妈上银行一查的时候，银行卡里只有5万。你有没有想过她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她要真说，哎呀，5万块钱，那同意，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没有必要当面说10万，然后背后给5万这件事儿吧？对，而且他也没告诉你说我卡里就5万是吧？对啊，没说，是我妈妈发现了才知道。是我当时是想，既然他妈妈说了，他不要这个钱，这个钱就是走个过场，我就想，那就先5万，以后再补上也一样的。这个不地道了啊！你父母对他怎么看？我父母是因为我们俩刚确定关系的时候，然后他弄了一套茶具给我爸爸，说这个茶具是多么来之不易得来的。我们俩走完了之后，我妈妈给我拍了一个照片，那茶具上写了3个字：非卖品。那个是我求朋友，人家是给 VIP 客户定制的，但我也没打开看，我真不知道上面还写着这些非卖品这些字儿。就是一个定制的东西，但是他的定制就是也是属于送人的。但是他刚一见面就弄一个这么模棱两可的东西，我妈就说他不靠谱。他现在做的那些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真不想结了是吧？有点不太确定了。哎，确定一下嘛，不想结就别结了。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别人要问你为什么跟他分手啊？我都说不出来原因。能说出原因啊？就是我们俩不合呀。毕竟我们俩已经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哎，你自己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啊？就是我觉得他老实的时候，确实，也就是包括他的专业能力，还有他这个那个很聪明，这点还是挺招人喜欢。但是他有的时候做下来一些事儿，我就不是很喜欢。啊，你想娶这姑娘吗？想。你想跟她好好过日子吗？想。你受得了她这脾气吗？颐指气使，发指令，自己什么都不干。好的时候真想当然，凭空一想，事儿就来了，愿意吗？他好的时候不这样，就是可能就误区大了，他可能就现在这样。你们每次出完这些小事儿之后，你们俩就不会坐在那儿沟通沟通吗？他不愿意听我解释啊。哎，阳奉阴违这件事儿，你把它放大说，其实说的是品性问题。能力呢，其实跟人品无关。你现在更愿意相信他是能力低下，还是人品不好？我觉得他有能力。啊，那你就说他人品不好。他也不人品不好，咱就真的不能嫁姑娘。但是有些事儿确实他不是故意去搞。所以我问你，在主观上面，你愿意相信他是能力低下，还是人品不好？我不相信他人品不好。那就是能力低下，你也不愿意接受。你马上要嫁给他了，你觉得这个男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他当面跟我说的和背地里做的一点也不一样。这姑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没什么大缺点，就有时候性子急一点啊。你发现了她最大的缺点，你能忍受吗？我觉得如果她可以改变的话，我是能忍受的。如果她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不确定。啊，其实可以感受到，女生还是愿嫁的，是吧？但是在嫁之前，总觉得我们有什么不合适，这在哪儿？想寻求一个答案，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老师们又是如何看待男生的这一系列行为的？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听他们的故事，其实我想到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比我年长的女老师说的话。我去她家里玩，然后呢，她给我看那个照片，我看到有一张她和她先生在当地我们那个有一个叫逍遥津的公园在湖上荡舟，我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美。
然后他爱人是一个画家，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郎才女貌啊，天作之合啊。我看着这个画面，我说很幸福啊。结果他悠悠的若有所思说，我们年轻时候爱上的那个人，通常都是我们幻想中的那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她一直希望对面这个男生就是自己渴望的那个爱情里的样子。当你发现他很难贴合那个影像的时候，你心里很难受，你在想，哎呀，爱情原来跟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是我爱的那个样子。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要走过的一段路，所以我特别想跟这个姑娘说，男生比你大很多，你看得出来，即便是你吵呀闹呀，或者我们说的一个词叫作，他依然有一个很包容的心，而且无论你怎么说，他好像很难改变。这个其实就是人的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他爱你特别深，他可能都很难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方式。所以我在想，女生你可能要调整自己，就是你要想明白，这个人他是不是由于你的想象错位了。如果是你自己的问题的话，你要做抉择了。我的意见呢是，你们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你刚刚赵川反复问你是不是人品的问题，你断然否定，他可能心有余力不足，这是能力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也非常的看重能力，你觉得和一个能力不强、无法达到你心中的那个目标的人在一起生活，你很累，你很委屈的话，我建议你也要调整。彼此都还年轻，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是这种将就和痛苦，我不建议双方这样折磨。即便他再爱你，这种痛苦持续下去，像一个拉锯战一样，慢慢的也会丧失当初的这种热情和深情。所以我建议你考量清楚。谢谢。好，谢谢周青老师。陆琪老师，我跟你讲实话，要不是他这个性格，你们早分了。打个比方，你跟我说要我戒烟，我说我不戒，为什么戒？我要应酬。你说你怀孕行啊，以后孩子在的时候我不抽啊，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应酬呢？你要我换工作，我会说话剧是我的梦想，你凭什么要掐断我的梦想？我只是爱你而已。你让我卖房子，这房子我住得好好的，我买了才1年2年，还没升值呢，我为什么要卖？换个人就是这样。当然他那个彩礼的那个事情确实做的是不对的啊，但是就是他用了这样的一种模式，以至于你们在整个亲密关系中没有那么多的吵架。否则按照你的性格，如果硬碰硬的话，你们早就天崩地裂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2个解决方案，你希望他不要再这么把你糊弄过去也可以，那就要你改。你怎么改呢？就是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商量着办。也就是说他可以说不，你看我反正一路听下来没有他可以说不的地方，没有，都是你说让他什么他就必须要是什么，对吗？所以他用了这种方式来抵制了你，来抵抗了你。或者你觉得我还是需要颐指气使，要指使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是这个模式，坚持下去，你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真正你自己想要的，那么你亲力亲为把它做完，不要给他机会糊弄你，这就完了。所以有时候啊，人生的智慧、婚姻的智慧、家庭的智慧啊，就是合适的人、合适的性格。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谢谢啊，沙娜老师。女人真的好麻烦呐！你说。您是男人还是女人？我是女人啊，所以我说我们女人麻烦就好。对，女人真的很麻烦。你说对男生提一个要求吧，他不答应你，你说你不爱我，我提的要求你都不答应我。我提要求吧，答应了之后，哎，计划有变，你又说你阳奉阴违，说话不算数。你说女人麻烦吗？其实真的挺麻烦的。就说你说的那几件事儿。什么卖房啊、买车呀、拍婚纱照，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可以说你事儿啊。就是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想的那么坏呢？在2个人的关系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敌人来审视，放下这种评判，放下敌对感。如果你真的爱他，你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你如果爱他，你就要相信他对你的爱是同样的。那么翻回来说，女生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事儿，都会抱怨说男生没有把这些事儿办好？男生就要明白，女生说这些事儿、发出这些指令的真正意图是哪儿？她的真正意图不是说这些事儿必须要办到什么程度，她的真正意图是你要把我的话当圣旨，就是你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尽你100%的努力去把这件事儿完成。如果完成不了，你要提前告诉我。所以他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主动权，我说了算，我说的话必须要实现。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这个主动权，这件事就一定能办成的。所以我们希望男人要言而有信，女人要学会善解人意，那关系才能平衡，大家各退一步，对不对？好，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严老师。老师说的特别对，两个人相处合适最重要。你这个性格适合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男人和你在一起你才能愉快，这个确实是爱情婚姻的根本。但是看看你们俩呢，男生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啊。其实男女之间相处，长久的相处之道是真诚面对，而不是糊弄敷衍。两情相悦是愉悦，而不是取悦。男生你自己在做什么呢？其实你明明很多时候他的话你根本不愿意听，你根本觉得这是个小姑娘在提要求，我就糊弄糊弄就过去了吧，我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就好了嘛。房子我不想卖嘛，我就跟他说啊，卖，然后不作为。烟我不抽了，不抽。你兜里装着烟，天天装着烟不抽，我是真不信。婚姻其实是我们说难得糊涂，但是在件件桩桩上，你都因为他好糊弄去糊弄他。今天是抽烟，明天是什么？我不认为一个男人说，哎，我就表面上答应了他，其实做这个是为了不吵架，我就长久这样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你们越处越长，什么年龄的差距，谁宠着谁，谁更怎么着都没有了，有的就是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他一定不能接受的。这个姑娘性格就是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你要么说服我，你要么听我的，你糊弄我我就不爽，你糊弄我我就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听起来你们没大事，为什么要来这儿啊？这在这姑娘心里是过不去的坎儿。我特别理解她，因为我就这种人。你认为说我听她的话背后一套是为她高兴，是不吵架，这真的不是两情相悦，不是彼此愉悦，你只是想取悦她，达到嫁给你的目的。实际上呢，如果你们不能找到一种平衡的相处方式，这始终是你们相处中的很大的问题，而且以后如果真的结婚了，会暴露得更加无遗。所以我倒真觉得你们现在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好时机，所以别着急着就结婚，把相处方式沟通好了，处理好了，再说婚姻的事儿，好吗？谢谢叶老师。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理解什么意思吗？我要卖房，对不住，哥们儿，你不愿意，我就想卖了。您跟他说了，同不同意？同意。办不办？办。没办好，接下来我还要卖房，我自己就把它办了。这是我跟姑娘说的。我揭露一个事实，烟你肯定没戒。我告诉你，我说戒烟，我戒了1年8个月。后来为什么复吸？非常简单，因为环境。你周围的朋友抽烟，来一颗不抽，来一颗不抽，后来他不给你了，对吧？突然有一天你心烦了，在这个环境里面来一颗吧，您这一抽上，也许就复吸了。所以人家说有人戒了一辈子烟，你会发现说，当环境隔断之后，你就真要戒烟就能戒了。所以咱们说实话，你不能糊弄他。老师们说的不糊弄是对的。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日子过得别那么较真儿，没有对错。
过日子嘛，那么较真儿干嘛呀？衣服能收拾收拾，不能收拾不收拾，怎么了？你不要让细枝末节影响了大的幸福方向。但是，你得想明白，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男人？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审。对错我都会。有很多事儿呢，我特别想给办好，但是有时候可能就像老师也说的那样，可能有时候能力不行，也有点有时候想糊弄那个意思，但是我缺乏跟你的沟通。我保证，从今往后很多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去做，一起去实现的。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有些事我们一起商量，一起了解对方的想法，得到答案和结果会更好，而不是什么事你都觉得你能做好，你却把它弄得一团糟。如果两个人一起商量的话，你问问我的想法，我问问你的想法，实在你要是觉得你干不了，你就交给我，我也一样会去完成，我也会改一下我的脾气。至于合不好，再让我想一下。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啊，谢谢啊。来，请关门。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节奏，就像是第一次一起稳住，再谈一谈，多了解了解。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去只是言。Marry me, my baby， 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来，都是幸福的起点。谢谢你，请回。谢谢。我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我的。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对我越来越冷漠，经常莫名其妙的发脾气，还整天的失踪，不回消息。他真的太敏感了，很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明明我已经道歉了，他却还是不依不饶。我只想他能像从前那样对我，可他忽冷忽热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坚持不了了。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平淡期了，没必要像刚在一起时那样天天黏在一块儿。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为我们将来考虑。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包先生，23岁，来自重庆，跆拳道教练；女嘉宾袁女士，22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啊！女生觉得忽冷忽热是吧？对啊，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他分手了。为什么非要来这儿分呢？因为我其实又挺舍不得他的，因为他最近又开始对我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和好了之后，他又会变成以前一样，就对我忽冷忽热。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折磨。哦，小片里面男生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我们的感情已经进入了一个叫什么平淡期，是吧？对，平淡就意味着平稳嘛，就不需要像那个时候那么热烈，对吧？对，就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平淡期到底怎么处理，因为有些确实是进入平淡期以后处理不当，导致的情侣之间的误会和误解，对吧？所以我想问问女生啊，因为小片你也说它逐渐的是变淡的，对吧？你能把这个逐渐变淡的过程通过一些事件帮我们累堆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吗？就是他之前会天天都找我，对我特别嘘寒问暖啊，但就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去外地教了几天课啊，然后他没有课之后，他就只跟我说了一句他要出去玩，然后整整3天我都联系不到他，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就只会发早安晚安，而且
第3天的时候，他明明就已经回来了，但他就不告诉我，他瞒着我在外面喝酒。可那天本来就已经很晚了，那我得回来了，有必要跟你说吗？然后那天晚上确实跟几个同事朋友去喝酒了，那喝酒喝到半夜1、2点，不是很正常吗？那还正常吗？你明知道我一直在等你，一直在找你，而且那天这么晚了又在下雨，你朋友后面还给我打电话说你好像喝多了，让我来接你。我其实心里本来特别不舒服，但是我一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我还是带着伞，就想着过来接你。结果我一到那个店门口的时候，他在里边玩得特别开心，然后他旁边还坐着一个女生，还穿着他的衣服。那个女生确实也是我同事，你也见过吗？就是那天晚上天气确实是比较冷，然后那女生又穿的比较少，我就把那个外套借给她穿。我跟她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是我想的多吗？本来我就知道你们同事经常就拿你和他开玩笑，我本来就其实挺介意的，但是当时那个情景我来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随便换个人他都会怀疑吧，而且我当时都来了，他直接让我回去。可那天不是这样突然这样闯进来，我也不好跟人家解释啊。那个我又不明白你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呀，你就直接跟他们说你女朋友来接你了呀，这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特别好奇，给你打电话的是他的什么同事？这很有意思，你发现了吗？是他的同事告诉他说他们在外面喝酒并喝多了，你来接他吧。听你的描述是这个过程吧？就是。结果他去了之后，发现并没喝多，是吧？然后他还轰他走，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同事的心理值得揣摩一下啊。这算不算是一种预警呢？啊，我们往下听，到底怎么回事？他轰你走。对啊，你走了吗？他就轰我走。我也没办法呀，我还走了。就只能走了呀。很奇怪呀，为什么让他走呢？不是因为当时同事都在嘛，他气冲冲的跑进来。对，你同事都给他打电话了，告诉他你们在这儿了，你都不邀请他坐一下吗？主要是他可能看见我在那儿，他有些误会了，而且我当时确实也不好跟他解释啊。那个我心里想的就是，那不是我晚上回家了过后再说嘛，等气儿消了就好一点啊。好吧，走了之后呢？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堵啊。我错了行吗？那以后我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不管是玩，我都带你一起行吗？不要生气。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呢？你怎么现在这么说了呢？不是那天晚上你回去之后，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他根本就没有找我。然后呢？对啊，我就一个人特别难受啊。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也在说这个事情嘛。然后他们劝我分手，我其实还是在等他给我一个解释吧。就可能有半个月这样子，他都一直没有来找我解释。而且我问他这个事情，他反倒是那种特别烦，不想理我。然后呢？就我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我们分手吧。但是我一说分手，他马上就不停的来跟我道歉，就一直来找我。但前面半个月我跟他说这么多，他都不理我。不是，那他就来找你，你就跟他复合了？没有，他就一直来找我，然后我也好几天我就躲着呢嘛，但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来找我嘛。然后他还在我家楼下，他又哭着跟我道歉，跟我承诺说他以后真的再也不会这样了，他一定会改的。然后呢？然后当时我就挺心软的嘛，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又也挺憔悴的，然后我就相信了。但是我每次一想相信的，但是先不说，我想问问他，那半个多月你干嘛去了？上班啊，上班比较忙。不是，你知道那天晚上他是负气而走的吗？知道，但是当天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第2天呢？然后就上班就可能。第3天呢？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想。第4天呢？然后就忘了。第5天呢？就你跟你女朋友5天不联系，这个好像用平淡期或者。这好像说不过去吧？就是我觉得吧，这事情都过了，就何必再？那就说这次你们这次来就是因为闹了这个事儿，是这意思吧？对。所以来到这儿。对。他要求复合，你跟他复合没复合呀？我没有啊，我就觉得我不敢相信他，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止这一件。还有什么事儿？你再举例给我们听听。就是他平时就有时候经常莫名其妙跟我发脾气嘛。就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生日他记得比我都清楚，但在一起1年之后呢，他就记不得我的生日了，连我们的纪念日也记不清楚。可是第1年咱们都是学生啊，现在我已经上班了，那么小日子真的
记不得了已经。不是生日就应该记得吧？不是，是我生日是记得，就是说生日是哪天？就是说突然他生日是哪天？就是2月28，对吗？行啊，这日子也比较特殊嘛，对吗？对啊，没忘。但是他什么表示都没有。不是，我以后一定会做好的。不是还有什么呀，姑娘？事情很多呀。啊，你接着说呀。他就经常跟我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啊。就是有时候他说他来接我下班嘛，我其实也挺开心的。我本来5点钟下班，但是我就等他，我就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等晚上8点这样，他突然跟我说一句，他说他太累了，不想来了。我本来等他一天。就这几个小时，我都开开心心的，我还很期待。他说他来接我下班了，咱们还能一起出去再走走呀、玩玩什么的。结果他就说不来就不来了。不是，那上班本来就很忙。再说了，我不是大部分时间我不是还是去接你的吗？你就算是来接我了，也是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又一路上就不说话，而且有一次更过分的是，我就说了一句我想吃烧烤，然后他突然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吃吧，然后直接转身就走了。不是，你明明知道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你非要去吃烧烤。那个烧烤说实话，我一听就来气。那你当时怎么不说呀？你当时就一个人把我留在外面吹冷风，你觉得这样我身体就能好了吗？那我后面不是给你炖汤了吗？也给你赔礼道歉了。这都是1周之后的事情了。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想不通，我说怎么能把我一个人就留在外面呢？然后他也不跟我解释，然后你追上去问他呀。这很简单嘛，为什么不能让我吃烧烤啊？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回来！没长嘴没长腿啊，我不理解啊。他就直接走了呀，他转身就走了。你的腿呢，姑娘？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呀。那你冷你就回家呀，找屋子，不能让自己冻着呀。我听你们谈恋爱，我真着急，你知道吗？这姑娘肯定也赌气，你不让我吃我就吃。那你去吃也暖和了，烧烤对不对？是他当时就直接走了嘛。其实我还挺懵的，然后我反应过来，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呀，然后他又不接。我就关心你后来吃了没有？没有啊，我就回去了呀，没心情。我要是你，我直接吃完再走。对他们肯定这个东西，你看正常的处理是吵了架你走了是吧？自己吃，本来吃1块钱的，现在吃100块钱的，你这是赌气，哪有说让自己饿着让自己冷着？那不行啊！听明白了，这2个人气大嘛。啊、但是我就那几天一直想不通嘛，我就觉得我要不放弃了吧？我觉得好像这样太没意思了。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说可能有的人真的不适合在一起吧。然后他一看见了，他就又马上来找我了，就是说做菜炖汤什么的。跟我承诺嘛，就是说不会再这样把我丢在外面了。他就知道我心软，他每次都这样。他要不发朋友圈，你不会去的是吧？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为什么不去呢？第2天，那不上班吗？天天在。哎呀，你们这哪里像谈恋爱？吃烧烤，炖汤，这不就这么简单吗？有那么复杂吗？就他每次都是这样，而且每次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就想放弃的时候。他又来找你了，就又给你希望，然后最后又是失望啊！那就分了吧。但是他回来找我解释的时候，我就又相信他了呀。然后其实后面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啊，就往后讲。年终的时候我们去欢乐谷玩，我就鞋带掉了，然后我就转过去就跟他。小声说了一句，我说我鞋带掉了，你帮我系下呗。他又突然转过头跟我说一句，你有病啊！可是你明明可以自己系啊，非得我给你系。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我对象跟我提出来这么一点小的要求，我肯定很愿意去做呀。有手有脚的自己系个鞋带都不会，你也真是麻烦。有一段时间抖音很火。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不想的话，可以跟我说嘛。啊？就是他如果不想记的话，他可以跟我说，他就不用非要发这么大脾气。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男人吗？对呀。你非要跟他提那个要求，所以我就说你们这恋爱谈的真拧巴。我听你往下说，怎么着了？他就又走了，就又把我晾在那儿啊。然后你呢？然后我就在后面叫他呀，我肯定喊他呀。对。他又不回头，他又不理我嘛。你这有问题啊！不记就不记了，你说我觉得丢人，我就不给你记了，完了吗？不是，当时就觉得有病似的，你就走了。对，当时的确是走了。就我当时那几个朋友也都拦他，都让他不要走嘛。然后他就是不听，他就是扭头转身就走了。我叫他都不理我呀。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难受，他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我朋友也都看着呢，我就觉得很尴尬呀。而且他们就直接跟我说，他说你男朋友脾气怎么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啊。然后我就
坐在那儿，我就一直在哭。但是他走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啊。然后他后面也没有来找我，可能过了有半个月这个样子。我朋友都劝我分手嘛，我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啊。他好像就知道。那我后面不是回来了吗？我也给他好像就知道这个事了，然后他才来找我。我后面也回来给你道歉了呀，然后我也给你买了喜欢的花束，还有小兔发箍，哄你开心了，对吧？那你之前都干嘛去了呢？你每次都是等我好不容易就已经绝望的时候，你又来给我一点希望。你这样打一巴掌给一颗糖，你觉得我还能受得了吗？我客观的说，我觉得你受得了，而且你享受其中，要不然今天你也不会来。啊，一开始但是我今天来就是想就做个决断吧。你们俩谈恋爱，你一直说我们谈了很久了，谈了很久，你们谈了多久啊？谈了2年多了吧。就作为一个成年人，2年多，你应该了解另一个成年人的这个脾气性格了，是吧？他是个什么脾气的人啊？他脾气就是有时候有点冲动，但是好的时候也挺好的。心眼小，冲动，有点直男，莫名其妙的大男子的自尊，他身上都有吧？没冤枉你吧？没有。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你为什么无数次的还用你那个小姑娘那个挑战他呢？你不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就是我明明知道前面是个坑，蹦极你就跳到刀山上了。但是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对我就其实挺好的，就也挺有耐心的。这个你们一会儿听老师讲吧，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哎呀，我背的诗词终于在今天用上了呀！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老师？这不是，就是他表达的这意思吗？当初是怎么样的？为什么现在就不像当初了呢？说实话啊，这个男生真的是不用心吗？可能他只是不对你用心。真的是没有感情吗？可能他的感情根本没有完全投放给你。一个男生能够说走就走，决的离去，把女朋友一个人丢在冷风中，而且不止一次，我觉得你比女生还作呢，你比女生的脾气还大呢。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好像通常都是女生完成的，现在在你身上反复出现，而且你和他的冷战期有这么长。我感觉你不是爱他，你是在折磨他。另外，我想跟女孩说，一个男人轻易的跟你承诺，以及轻易的向你道歉，我认为这都是不可信的。当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伤害你之后，告诉你对不起，我仍然非常爱你，请你原谅我吧，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挽回你，我认为这个男人的所有语言你都不应该再相信。其实你心里也是在打问号。我相信在来节目之前，你跟你的朋友可能也倾诉过内心的这种苦痛，也把你们的状态分析过了。我相信你的朋友可能也能预见到你们之间不像你期待，或者像他跟你道歉时表现的那么深挚和真诚。你今天来到这儿，其实也不需要我们说什么，你心里难道不明白吗？你很清楚他对你的感情是几斤几两，只不过你一直在犹豫，在忍让，在退缩，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现实。我觉得一个男人轻易的跟你承诺，轻易的向你道歉，反反复复，他的话再不可信。谢谢。谢谢周老师。多情却被无情恼，我们都要念个诗是吧？很多姑娘都觉得不爱是一瞬间的事，这其实是错的。不爱它是一个过程，就是爱上一个人可能很快一见钟情了，但不爱没有那么快，它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叫什么？叫狂喜，这个很正常，就你说一开始他对你特别好。第二个阶段叫温暖，没有那个狂喜了，但是呢，看到你看到我之间还是很有温暖啊，这也很正常啊。第三个阶段叫冷静，冷静就是一个男生已经抽离出来了，他可以很理性的给你分析，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也是恋爱的一个状态，而且是一个可以长期保持的状态，也没有问题。但接下来就是3个不爱的阶段了。第一个不爱的阶段叫什么？叫漠视。我眼里看不到你了，我也不关心你了，你的情绪也跟我无关了，这是不爱的第一个阶段，叫漠视，你应该感受到了。第二个叫嫌弃，
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反正啥也不对，这是不爱的第2个阶段。第3个阶段才叫我要脱身。当你进入漠视或者嫌弃的阶段的时候，这个男生他不一定跟你分手，甚至于你要分手的时候，他会一次一次来挽留。这个不是说他爱你或者不爱你，而是他一直在一个不爱的进程当中，但是没有走到最后那一步。接着你们继续走下去，慢慢的就会走到那一步。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把不爱当成一个瞬间，其实不爱也很正常，我们允许爱也允许不爱嘛。不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看到不爱的进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内心就要做出抉择，是要等他把这个进程全部走完呢，还是我趁早脱身离开这个伤心地。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男生你太欠揍，在场上道了几次歉，最少有说了3次对不起，你那道歉有什么意义呀？你那个道歉言外之意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了了吧，你别再跟我磨叽这事儿了，这有什么的呀？不是我错了，是你事儿多，这就是你的言外之意。所以你每一次道歉没有真正的明白对方的感受是什么，你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别跟我磨叽了，咱把这事儿翻篇儿吧。可是2个人谈恋爱，这事儿是你说翻篇就翻篇了吗？你说和好就好，你说分手就分手，你说把我甩在路上扭头就走，他是个人，他不是一件东西啊。女生，你也欠揍，这么好哄啊？人家道一次歉你就好原谅，道一次歉就原谅啊。等到第3次、第4次，人家道歉当然就不走心了。第1次还给你说下为什么错了，等到第2次的时候呢，连理由都不解释。第3次对不起，到第4次连对不起都不说，就造成了之后把你直接扔在街上，当着众朋友的面可以奚落你。我告诉你，不冷不热是生活当中最舒服的温度，但是是爱情当中最欠揍的温度。忽近忽远是言情剧当中最好看的戏码，但是是真实爱情当中最欠揍的戏份。所以你把自己的底线一次一次放低，就别怪对方一次一次践踏你的底线。让感情崩溃的不是失望，是让那个人在失望和希望当中来回奔波。所以你们接下去的结局，道歉和好，道歉和好，然后就疲惫了，没有道歉也没有接受了。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杨老师，男生是道歉的时候张口就来，转身的时候毫不留情，你这根本就不是爱，你只是控制欲。为什么在女方提出分手的时候，男生会回来求你，还哭着？因为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生，他怎么能允许一个女生跟我分手？要分手也是我说，所以那不是爱，他只剩下他自己内心的那点感受。我不喜欢这个女生，转身就可以走。我不需要这个女生，我就绝对不理她的电话。但是对不起，你想占上风跟我说分手，这件事不能发生。而女生你自己也仔细想想，你爱他吗？你已经清清楚楚看到了他身上与你不合适的地方，但你一直在被情绪牵着走，一直在被这种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或者是说那种虐心的感受牵着走。你放不下的不是他，你放不下的不是爱，你放不下的是那份情感跌宕给你带来的刺激的感受。我为什么用刺激这个词儿？因为伤心是一种刺激，难过是一种刺激，快乐甜蜜的都是一种刺激。你现在被刺激的是那份难过。这种跌宕起伏其实对人是挺有诱惑力的，平淡的爱情其实挺难相守的，而这种跌宕起伏会让你认为自己是爱上了，是欲罢不能了，实际上只是情绪在牵动你。如果你能看清楚这个本质，你们之间可能从最初都不能算是爱，最初也是因为彼此短暂的激情而相互吸引，很快彼此对对方的好感都崩塌了。看清你们恋爱的本质，早日抽离，对谁都是解脱。你也别控制他了，无论是他说分手还是你说分手，结果都一样，就是分手。你也别再被情绪牵绊了，
他一次次找你复合，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虐心，接下来他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不合适就早点分手，别彼此耽误对方，好吧？分了吧。好，谢谢严老师啊。20郎当岁的小伙子，太多在谈恋爱的时候说翻脸就翻脸，说走就走。这不是他一个小心眼儿，挺多的这样的男生。然后，在你们的恋爱当中，这段感情你们要不要继续？我觉得你们自己判断，一起进入真情60年。我觉得吧，其实我们谈了这么久，也挺不容易的。从校园到步入社会，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在你身上总能看到一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但是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态度，这些憧憬就只能是憧憬，这些希望也都慢慢变成了失望。所以我只想，如果你能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我们好好在一起，就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继续这种态度对我，我确实觉得没有必要了。我觉得一份感情如果不是双向奔赴，那它就失去了意义。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谢谢啊。请关门，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着。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正常的结局，别这么纠结。那么年轻，都觉得我们说教了。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现在开始说教了呀？后来发现也不叫说教，其实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真实的感怀。世界很大呀，你可以去看看呐。生活很美啊，不只是爱情那点事儿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友在一起，他让我什么事儿都听他的，他花钱很大手，自己的工资已经不够他花了，他还拿我的钱帮他还信用卡，他每个月找我要的钱越来越多，我现在每个月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他还总教育我先一起共患难，以后才能一起享福，我很犹豫要不要分手，但我很依赖他，我该怎么办？现在的问题不是一起共患难，是你一个人患难，他一个人享福，而且我也不觉得你是他的女朋友，你不就是他的 ATM 提款机吗？好好想清楚吧，姑娘，祝你幸福。当然要特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